好，我是苹果妹。今天呢，我们来讲一个最近讨论度非常高的 App， 叫做 Clubhouse。那如果你还不知道 Clubhouse 是什么的话呢，它其实就是一个社群媒体的 App， 但是最特别的就是它是用语音来进行交流的。那讲白话一点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开聊天室的 App。但是上面呢，除了可以听到很多人分享他们非常宝贵的经验之外呢，你也可以是一个非常轻松的方式进行聊天。那这个 Clubhouse 除了语音的特色之外，会爆红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只有收到邀请的人才能加入这个社群，所以大家就一窝蜂的非常想要被邀请。那我们现在呢，就来看一下要怎么样加入这个 Clubhouse， 还有它是怎么运作的。最后呢，我会加入一点我的心得。那要加入的方式呢，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已经在 Clubhouse 里面的人，他们都会有2张邀请函，那他们就可以选通讯录里面的人去进行邀请。那这边呢，有一个很大的陷阱，就是你的通讯录里面电话号码前面要加886，然后09的那个0要去掉。不然如果你的通讯录里面是写09开头的话，它在邀请函里面就会直接变成+1的美国国码。所以请大家务必要记得，如果要邀请别人或者是要请别人邀请你的话，要记得把电话号码前面的0改成+886。那如果你已经不小心发出这个09开头的邀请码的话，也不要担心，这个部分可以写客服，请他们把这个邀请函收回来。那第二种邀请的方式呢，就是你要直接去下载这个 App， 然后把你的电话号码注册上去，然后它就会通知你通讯录里面已经有在玩的人，把你拉进去。那这个部分呢，就不算在那2张邀请函里面，你要拉多少人进来都是可以的，但是前提就是这些还没有开始玩的人，你们要先去下载 App， 然后才能去做搜寻。然后另外呢，邀请人跟被邀请人的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邀请别人的话，你必须要慎重的选择，因为在这个 App 里面呢，你的名字下面就会出现提名你的那个人，然后那一栏就会永远跟着你，所以谁邀请你跟你邀请谁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你还没有 Clubhouse 的账号的话，你可以先去下载这个 App， 然后它就会自动去搜寻你有没有身边的朋友已经在玩，他们就可以把你拉进去。那现在我们就直接看一下 Clubhouse 里面的界面。那它的封面呢，是有一个人拿着吉他，然后是黑白的照片，我们把它点开。那里面呢，你马上就会看到有很多个聊天室，那就是各行各业他们不同的主题，或者是你想要闲聊的话，你可以自己去设这个聊天室的名称这样子。那例如说我现在想要进到这个烧麦电商的聊天室，那我就点一下这个聊天室，它就会进去了。进去之后，你就会马上听到他们在聊天的声音。那上面呢，你就会看到有这个绿色标签的这个头像呢，他们就是 moderators， 也就是主持人。那另外一种呢，没有绿色标签的，就是普通的 speakers， 他们不是主持人，但是他们可以进行发言。然后在这个聊天室里面呢，你可以点每个人的头像进去看他们的自我介绍，然后你也可以去进行 follow， 也就是追踪的功能。那我们再往下滑呢，你就会看到它有区分一个界限，就是它上面写着 followed by speakers， 然后下面有另外一区是 others， 他们全部都是听众，他们是没有讲话的权利的。但是如果你想要讲话的话，你可以进行举手。那举手之后呢，上面的 moderators 就可以指定你可以讲话，你就会跑到最上面变成 speakers。那怎么举手呢？就是用右下角的这个有一个手掌的形状，你按下去之后呢 ，moderators 就会知道说你想要发言，那它可以决定说你可不可以讲话这样子。然后在这个举手的按钮左边呢有一个加号，那它就是说你可以把你的朋友加到这个聊天室里面一起进行对话，或者是一起当听众都可以。然后最后左边呢就是 leave quietly， 就是离开。安静的离开的意思。然后另外呢，这上面是有一个就是互相追踪的方式，就跟 Instagram 或者是 Facebook 一样的，就是你可以去追踪别人，然后别人也可以来追踪你。那怎么看到这些朋友呢？就是你点右下角这个黑色点点，然后有一个很大的绿色圆点这个按钮，点进去之后，你就会看到所有跟你互相追踪的，应该算是朋友吧，就是互为粉丝。那你就可以看到他们现在在哪一个聊天室里面，你就可以进去做参与这样。然后另外呢，你也可以直接在这边就是点在线上的人，然后跟他一起开一个房间，然后跟他进行对话。那例如说呢，我现在想要跟苹果爹一起开一个房间的话，我就点他的头像，或者是直接旁边有一个加 room， 我就可以直接跟他开一个聊天室这样子。那我先点他的头像，然后进去之后，下面有一个 start a closed room together， 就是它是一个封闭的房间，我点这个按钮，那就会邀请苹果爹来加入我这个
私人的房间，然后跟我一起进行聊天。那现在呢，我们自己开了一个房间之后，你可以看到我的头像上面就有一个 moderator 的这个绿色标签，然后包含我整个界面都跟刚才我们当听众的界面是不一样的。我的头像的旁边有一个麦克风，然后我下面的按钮呢有一个麦克风，然后另外也新增了一个可以看到举手的人的这个按钮。那我现在讲一下右边这个麦克风的按钮，这个麦克风上面有一个横线，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现在麦克风是关起来的，别人听不到你讲话。然后当你要讲话或者你被 cue 的时候，你要讲话的时候，你就把这个麦克风打开，你就按一下这个麦克风，就像这样子，就是你麦克风打开的时候呢，你的头像上面那个静止的图案就消失了，然后你的头像也会跟着有一个灰色圈圈在闪动，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在讲话。然后当你发言结束之后呢，你就可以再按一次右下角的这个麦克风，把麦克风关起来，那这样别人就听不到你在讲什么了。这样子比较不会去影响到说在聊天室里面其他正在讲话的人的节奏或者是聊天内容。因为如果每个人都把麦克风打开的话，那会非常的吵。然后在下面的按钮麦克风旁边是一个加号，那这个加号跟刚才一样，就是你可以邀请你的朋友进来跟你一起参与这个聊天室。然后在左边呢是一个手掌，然后后面有一个清单的符号。那点进去之后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聊天室里面举手的人。因为我们刚才说，如果你是单纯的听众的话，你其实是可以举手进行发言的，但是前提就是你要经过这个 moderator 的同意。所以当你是一个聊天室的主持人的时候，你可以在这个 raise hand 的名单里面去挑选你想要让他讲话的人。那主持人在这个名单里面允许你发言之后呢，他的头像就会跳到上面的 speakers 里面。那如果你想要指定某些人成为这个主持人，也就是有这个绿色标签的符号的话，你就按一下这个人的头像，然后你就可以选这个 make a moderator，然后它就会变成有这个绿色的这个标签。那现在呢，这个苹果D它就可以去指定别人成为 speakers， 它有这个聊天室的掌控权这样子。然后另外呢，我们现在其实是一个封闭的聊天室，对不对？它其实是可以让它变成一个开放式的聊天室的。你只要按一下右上角3个点点，上面有一个 Let Visitors In， 它就会变成一个公开的聊天室，然后别人都可以进来你这个聊天室跟你一起聊天。那除了跟朋友一起合开一个聊天室之外呢，你也可以自己单独创一个聊天室。那如果你要单独创一个聊天室的话，就是在首页这边下面有一个 Start a Room， 你就点这个，然后它就会让你选择你想要公开式的，或者是在你朋友圈内的，或者是一个封闭私人的聊天室。然后上面有一个加入主题的绿色字眼，你就点进去就可以输入你的主题。写完主题之后呢，按一下下面的 Let's Go， 它就会开放这个聊天室给有权限的人进来了。那我现在呢已经使用这个 Clubhouse 第3天了，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刚进去的时候都会有一点不知道里面到底在干嘛，而且聊天室好像有点无聊，就是听别人一直在讲自己的经验这样子。但是相信我，你就过了一阵子之后，你就会发现自己的小领域在哪边，因为它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领域，你不一定一开始就可以马上看到你有兴趣的聊天室。那久了之后，你去多加一些朋友之后，你就会发现一些不同的领域，然后你去参与进去之后呢，甚至是当你自己开始发言之后，你就会发现很多不同的观点，然后收获就会满满这样。而且因为现在这个 Clubhouse 在台湾好像也没有红很久，都大概最红就这1个礼拜吧，所以里面真的有非常多不同领域的人他们在交流，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是非常黄金的时期。那或者是说你进来之后你也不想要那么认真，你就只是想要耍废啊，然后听别人聊天或者是自己讲一些干话之类的话，你也可以在上面就是完全的放空聊闲话什么的。因为像是晚上他们那个台湾民音他们都会开一个非常大的聊天室，他就会去做一些模仿什么的，所以就非常的有创意，大家晚上可以去锁定那个台湾民音的聊天室，非常的好笑。然后我要跟大家讲，昨天我3点才睡，完全就是因为这个 Clubhouse。你可能会想说Clubhouse 到底有什么东西可以一直这样沉迷到整天都在听？因为就真的很怕会错过一些东西，你知道吗？就是只有你在里面当听众，然后你非常专心的听他们在讲什么，你才有办法吸取到那些他们正在讲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是你平常听不到的。然后除了限制邀请的部分之外呢，它竟然还只限定在 iPhone 上面才可以使用哦。因为这个 App 其实才1年而已，那它没有 Android。我有听到一个说法，就是说因为 iOS 它一定是在 iPhone 上面嘛，所以它没有太多的机型必须要去进行这个优化。但是 Android 它的机型真的太多，如果它要保持一定的品质的话，它就必须要花
花非常多的力气，但是他们现在的规模又那么小，所以他可能没有余力去经营这个 Android 的市场。但是我觉得，如果它发展的这么好的话，或者是这个话题度一直延续下去的话，他们势必需要把这个 Android 的部分纳进来。那这个步骤可能他们必须要快一点，因为很多公司其实已经在摩拳擦掌，想要把他们这个功能抢过来，或者是并购他们了。所以这个 App 的未来真的就是很难说，不知道说以后会不会就是很多个社群媒体平台都会有相同的功能，或者是说它会自成一格，变成另外一个 Instagram， 大家就拭目以待吧。然后另外一个影响非常大的就是现在非常红的 Podcast， 因为前一阵子台湾真的突然一股这个 Podcast 的风潮，但是现在我觉得这个 Clubhouse 它的功能真的比 Podcast 还要多太多了。因为过去在社群媒体的交流方式大部分都是单向的，就是例如说我现在拍影片给你，这是比较单向的方式。但是现在上面这个 Clubhouse 它是互相的，它是可以多对多人，你跟观众的距离就不再那么远了，它可以随时跟你讲话，然后随时质疑你这样子。所以这个 Clubhouse 它也建立了全新主持人跟观众的互动方式，它不再是一个单向的互动，它随时都可以进来，就是跟你一起讨论啊，或是质疑你，直接骂你这样。然后我还分享几个最近看到非常有趣的聊天室，第一个就是皮卡丘的聊天室，它的名字叫做只有皮卡丘的房间，它是一个日本人创的房间。然后进去之后呢，就看到就是主持人跟 speakers 全部都是皮卡丘的图像，然后他们都会一直叫皮卡皮卡。我也有听到一个，就是如果你想要在皮卡丘房间里面当 speaker 的方式，就是你要把你的头像换成皮卡丘，然后你举手的话，他就把你叫上去，然后你就可以开始叫皮卡皮卡。然后另外一种很有趣的房间就是全球接力房间，因为现在国外有很多人都会他们会交流嘛，然后有一种房间就是可能美国这边的人分享完之后呢，欧洲会接着分享，所以它等于是一个24小时不间断的分享房间。然后另外呢，现在大家上去之后就会看到有很多这种无声的房间，那它其实就是挂在上面，然后别人就可以去点你的这个 profile， 就会看到你是谁，然后他们就可以去追踪啊，然后互相follow 这样。那今天我分享就到这边，不知道大家听完之后想不想要玩玩看这个 Clubhouse 呢？我自己是非常推荐大家可以赶快去下载那个 app， 然后试看看会不会有人可以把你拉进去，因为现在还算是一个台湾区的起飞成长期吧，所以里面就有非常多有趣的事情发生。之后呢，如果它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的话，可能大家就不会花那么多时间在上面。然后我自己的账号呢是 Apple May， 我会写在这边，大家可以去追踪。我不定时也会开一些小房间，然后大家就可以进来跟我闲聊。我觉得就不会限定在说你一定要讨论苹果的东西什么的，我们也可以聊一些别的东西，像吃的啊，或者出去玩什么的。所以大家也不用太紧张，大家可以来找我玩这样子。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影片就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